老爷，慌什么？你们家祖坟叫人刨了？不是我家的，老爷，是您家祖坟让人给刨了。你他妈放屁！小的倒真想是放屁呀，老爷，可是千真万确呀，就在村东头，老太爷的棺材都快要被刨出来了，你快去瞅瞅吧。听到自己家祖坟被刨，赵老财惊魂未定，连忙前去查看情况。而刨他家祖坟之人正是孙成海他们。就在刚刚，孙成海选定了赵老财为绑架的肉票对象。为了不打草惊蛇被鬼子发现，于是孙成海便动了他家祖坟的主意，想借此逼赵老财主动出来就范。咱可是一水的买卖，看清楚了，没错，错不了。温文的。既然大狗这么肯定，孙成海随即就下令开始刨了。而此时赵老财家中的护卫也发现了3人的身影，眼见墓碑都要被孙成海他们给推翻了，于是连忙跑回去告知了赵老财。这可把他给气得够呛。朗朗乾坤，光天化日，岂容得他们胡作非为呀！赵老财亲眼目睹3人在挖自己的祖坟，简直气得鼻孔都冒烟了。打枪，把他们轰走！可咱家里的都是土枪啊，冲出门面还行，根本打不了那么远。那就赶紧集合家里的护院，把他们轰走！更使不得了，我看那3人啊，八成是土匪，这就是土匪设下的套啊！咱要是全出去了，那咱屋里的女眷可咋办啊？见打枪也不行，派家丁前去赶走他们，又担心对方是土匪，会威胁到自己家里的女眷。赵老财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不过最后为了自己家里风水不被破坏，赵老财也只好先派2名家丁前去驱赶试试。吃了雄心豹我胆了，敢来这挖坟，滚开！这名家丁话音刚落，就被孙成海一顿胖揍。随后另外1名家丁还没进到孙成海的身，就被挟持了。而孙成海并不想要他们的性命，只是借机让他们给赵老财带个话，表示自己要定这块地。而孙成海这话其实就是想逼赵老财出来而已。不过当消息传到赵老财的耳中后，果然效果立竿见影。老太爷的棺材都给挖出来了，挖我们家的绝户坟呐，烧我们家的房子还狠呐！和家里所有能动弹的男丁抄家伙。是。为了找挖自己祖坟的人讨回公道，赵老财立刻就带着家里所有的男丁前去找孙成海他们，一副气势逼人的样子。毛臣兄长，百无缺儿的收紧。还唱上。为了震慑赵老财这些人，于是孙成海对着天放了一枪，顿时众人都被吓得连连后退。随后孙成海开始威胁起赵老财的手下，让他们不要多管闲事，今天自己是吃定这个土财主。想活命的，把家伙扔这儿，赶紧给我滚！见这些人还在犹豫，孙成海又对着天放了一枪，刹那间赵老财的手下就都开溜了，就只剩下赵老财一人待在原地发抖。而他哪还有那么硬的骨头啊，吓得立马就跪下请求孙成海放过自己，随后又乖乖的按照孙成海的要求钻进了麻袋。而且这一幕恰好被赵老财的小媳妇也给看见了，直接惊吓得晕了过去。而此时另一边，鬼子亲王见自己围困山上的八路军没有见到显著效果，于是询问司内勇最近防区内是否有别的异常。而刚好孙成海绑票赵老财的事被司内勇知道，便连忙告知给了鬼子亲王。这瞬间就引起了他的兴趣，而且打算立刻就前往被绑票的赵老财家中了解情况。土水派人捎信了没有？1个时辰前从院外扔进来的，要20袋白面，100张死面饼子，10封腊肉，说天黑后给送到后山的老树根下。听到这个消息的鬼子亲王随即便允诺了赵老财的2个媳妇，不仅熟人的粮食他们来出，而且还打算趁机前去围剿孙成海他们。为了搞清楚他们的位置，鬼子亲王依然还是让赵老财的小媳妇前去送粮食，而他们则伺机埋伏。不过孙成海这次也谨慎了些，等送粮食的人走了后，他也没有立马出去接这些物资。跟你说了，等等，听不懂了。那有埋伏呢？那等到生死刻呢？那万一让人拿走呢？哎，